我们的想法、感受和整体心理健康，在我们如何体验性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心理健康和性以许多有趣的方式密切相关，比如，大脑在性交过程中释放神经递质多巴胺、血清素和催产素，这有什么用呢？这会增加人的快乐和放松感，同时也暂时减少那些负面情绪。有了性生活，就可以与抑郁和谐共处。我们的性生活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而我们的心理健康又影响着我们的性生活。关于这两者，有很多有趣的事实需要了解。那么，这支影片就来说说关于性和心理健康的5个心理学事实。1. 做爱后感到难过，这可能是性交后烦躁症，刚享受了一次美妙的性爱，但却开始哭泣，怎么回事？这实际上是性交后烦躁症，或 PCD， 而且非常常见。这一般发生在一个人经历强烈的悲伤、压力或愤怒、性事或性高潮后。2015年发表在性医学杂志上的一项针对大学女生的调查显示，46%的女性至少有过一次性行为，5%的女性表示她们在4周内多次发生性行为后会感到悲伤和孤独。男性和女性都有性交后烦躁症。该作者还指出，在亲密关系中，性交后烦躁症和亲密关系之间似乎没有关系，所以有人可能会发现自己突然感到悲伤和流泪，即使就在几分钟前还在享受人生的快乐时光。关于这一现象的原因，还需要进行大量研究，但有资质的性治疗师伊恩·卡纳认为，这与荷尔蒙的释放有关，也可能与易感有关。卡纳在本质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解释说，因为性行为后是一个反思的时期，它会带出一个人通常隐藏的情感和经历。2. 正面的自我形象和自慰。201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自慰可能会改善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研究表明，在女性中，儿童时期和青春期的自慰与之后人生中积极的性体验和健康的自我形象有关。在另一项针对16到18岁的青春期女性的研究中，那些对自慰持消极或冷漠态度的人，与那些对自慰动机持积极看法的人相比，第一次性经历会更消极。一个人如果精于自慰，会有很大不同，没有人吗？虽然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男性自慰的比例为 73.8%， 而女性的比例为 48.1%， 但这个话题仍然受到高度的污名化和且被负面看待。研究表明，在青少年报告中发现，即使是采用了保密的报告技术，也表现出在这个话题中可能存在的羞耻感和内疚。对于一些人来说，这项研究还包含了关于这个话题的非常有趣的信息。性教育经常会涉及到自慰的话题。研究表明，父母们在和孩子讨论这个话题时会感到困难，有些家长甚至希望他们的孩子对自慰持负面看法。该研究还解释说，1994年，当美国卫生部长乔斯林·埃尔德斯建议将自慰作为公共性教育的一个话题时，他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最终辞职。那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从这项研究的结果来看，一个人的性经历和自我形象似乎有机会得到点改善。3. 心脏病发作的迷思，除非在蒙氏。虽然电影中经常有某人在性交时突然心脏骤停的桥段，这也不太可能发生，但这只是恰到好处的时机。在性生活中，心脏病发作是非常罕见的，只有不到 1% 的心脏病发作发生在性生活中，但是人们仍然倾向于坚持这个心脏病发作的迷思。有趣的是，研究发现，在性交过程中，偶尔也会出现心脏病发作。比较起来，相对一个人与配偶发生性关系的时候，这种情况更常发生在男人出轨的时候。一些人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出轨会产生内疚、焦虑和心理压力，这些压力会影响心脏。2012年发表在《性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解释说，一些人的性和生理因素与婚外情有关，男人的不忠似乎与发生重大心血管事件的风险较高有关。性爱对心脏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4. 性唤起不一致。如前面我们提到的，
我们每个人的思想、沉浸感以及心态都是性爱和性唤起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项发表在2020年的研究发现，随着潜在的公共健康问题的出现，在美国，越来越多的成年人对性生活越来越不积极，尤其是在新世纪的2000年到2018年之间。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项研究的作者提出了一些想法。在该研究中，作者指出，在美国，年轻成年人的抑郁和焦虑比率都有所上升。越来越多的美国青少年会推迟开始成年人的活动，其中包括性事和约会。甚至有人假设说，智能手机在我们生活中越来越多地被使用，也导致了现实世界中人类互动的机会和技能减少。那么，焦虑对一个人的性生活有多大影响呢？首先，如果一个人正在经历焦虑，很难足够放松地享受性爱。此外，还有性唤起不一致，这是指当思想与身体的感觉不匹配时，身体可能会被唤起，但脑子里想的只是今天没有感觉，或者其他什么无关的事。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焦虑的男性和女性身上。当涉及到性事时，自我意识也会和焦虑一起发挥作用。根据有资质的性和心理治疗师乔·考特的说法，男性的表现不佳会使他们更加焦虑，从而使勃起功能障碍延续下去。乔·考特还指出，但这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勃起障碍，正是焦虑干扰了勃起的关注点。对于女性来说，如果她们有焦虑，体验性唤起和高潮可能会变得困难。从生理学上来说，焦虑在某些情况下会取代愉悦感。2018年发表在女性健康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解释说，性欲低下与抑郁密切相关，缺乏主观唤醒和愉悦与应对焦虑有关。身体性唤起的感觉可能导致恐惧而不是愉悦。该项研究进一步解释说，最常见的性痛点类型在先前诊断为患有焦虑症的女性中是普通人的10倍。临床医生通常不会例行询问病人性相关的问题，尤其是在患者患有精神疾病的情况下。但是，仔细的评估、诊断和解释他们的情况，并与患者预期保持一致是必要的。5. 发挥创造力的时间。记住那个古老又好用的催产素。按照健康在线的说法，这种荷尔蒙在性活动期间释放，并与性高潮的程度有关。但是，知道吗？有一种爱情荷尔蒙也能让人感到有创意。英国心理学家贝基·斯佩尔曼博士在为私人治疗诊所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解释说，虽然催产素的目的是让一个人感觉与伴侣更亲密，但它也能在大脑中创建认知灵活通道，从而培养创造性思维，提高解决催产素和性问题的能力。那么，大家学到了关于性和心理健康的新东西了吗？这支影片中最令你惊讶的是什么？欢迎在下面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分享你有创意的想法。不是那个意思，我的小伙伴，大家喜欢这支影片吗？如果喜欢，一定要点赞，并分享给其他可能从中受益的小伙伴。订阅我们的频道，以获取更多心理学内容。感谢收看，下支影片不见不散。